新家今天要带大家去看看什么呢？这是淘汰了一些百元商品，把家里面的摆饰收纳做更换。在 IKEA 跟宜得利还有日本小店选购了一些商品，让工作区跟厨房变得更加方便。影片最后还有家里每个人绝对都需要的好物限时团购，不要错过哦！一起去看看吧。首先来去 IKEA 的现场确认要购买的商品。前面的关子，有购买的就晚点再介绍啦。像是这个花瓶，蛮想要把它带回家，它有2个功能，颠倒过来就可以当蜡烛的烛台，两用超方便。另外这个可以叠放收纳的竹盒子，说不定下次还是会再来把它带回家。但是就是目前不知道它可以摆放在哪里。那这次爸爸居然难得有购物的欲望，买了香氛跟蜡烛，还说要买这个水桶，因为他们家里有一只水牛。但是日本的夏天比较短，很快就用不到，而且我们家才3个人。还有一直很想要买这个重看不知道重不重用的刷子。妈妈对竹制品比较没有抵抗力，但是今天有带爸爸来就是了。这个好美，下次再来把这个带回家当常背的架子。但每次来，爸爸都很想换掉他的电脑桌椅，可以调整高度的桌子，对于脊椎比较友善。而且坐太久，想换成站着办公也非常方便，按个按钮就完成。爸爸的荷包考虑的如何呢？现在大多换成自助结账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样的困扰？信长通常都会抢着帮忙，那我们就回家看看吧。然后还要再绕去旁边社府站蒸煮单，买一杯贵3餐的黑糖珍奶回家。回到家消毒一下，拆掉包装等等，先来整理工作区。这次购买的几乎是竹制品，比起木头家具价格相对便宜，而且也比较好整理。还有这个袋子，上次带这个袋子出门，店员还跟我搭话，说这个真的很方便，好多人都在使用。小巧方便，好收纳，耐装耐重又美观，是好多日本妈妈的爱用品。那工作区目前属于随便放置的状态，需要好好归类，固定一下位置。里面最想要更换的是这个区块，杂物无法好好收纳以外呢，这个透明塑胶的产品也太容易刮花了吧！而且因为是透明的，也特别明显，还很容易累积灰尘。还有这个百元商店也是透明的塑胶材质饰品盒，它们有一样的问题，卡灰尘、刮伤，这次通通把它们淘汰掉。这次购买的竹制品收纳盒都先用电解水简单的擦拭去除一下味道。那电解水不太适合拿来擦深色的物品，会微微的留下白色的痕迹哦。看看这个隐藏式的五金，超有质感。它的上面有3个格子，下面呢是抽屉式的。然后又遇到大魔王，最讨厌残胶跟顽固的贴纸，完全是不干净，也怕伤害到盒子。用吹风机吹完，用胶带粘贴完，再用橡皮擦擦拭残胶。努力了很久，还是无法完美的清除，剩下这样雾雾的。念旧的新妈决定把旧的饰品盒里的绒布拆下来放饰品看看，好像很可以，尺寸差不多，那我就继续整理饰品盒咯。把它放在这边的高度刚刚好。这个饰品盒偏小，有镜子，比较适合拿来放常使用的饰品收纳，提供给大家参考哦。那工作最重要的电脑收纳也做了调整，每次键盘、滑鼠都这样收纳，很没有归属感。电脑的后面也有把电线做一个简单的收纳，这次也要把它换掉。还有爸爸不要的旧台灯，这次也要把它淘汰掉。房间的主色调呢是木头色跟黑色下去做搭配，这个收纳盒也有白色的款式哦。竹子抽屉两边都有凹槽，可以直接放电线在里面充电收纳。柜体的后方也有凹槽，万一键盘需要充电都不会不方便使用。完成充满生活感的抽屉，喜妈直接把充电线放在里面，这样就不会看到电线外露很乱的感觉。很推荐大家试试 IKEA 的蜡烛，放在抽屉里，味道很持久哦。那另外一个盒子是在现场临时决定更换购买的，这个收纳盒是可以随时拿来拿去，有做提把。妈妈拿来当每天需要使用的保养品、防晒的收纳盒。
走到哪拿到哪，突然常常抹到一半走去客厅就忘记抹其他的保养品。来分享一下新妈的常用品们。在某个冬天换成了这个极润化妆水，就再也换不回来。这次刚换了这一款，他们家的化妆水直接加在干面膜上拿来敷脸，一点都不心疼。里面最常回购的呢是这个日本买不到的韩国 CC 霜。每天早上虽然不太需要化妆，但是还是想要好气色不暗沉。化妆水之后就用它提亮防晒，也有自然的遮瑕润色，还很服帖哦。非常高的 CP 值，屈臣氏就有，大家可以试试看哦。那在宜得利也有已经使用一阵子的好物，也有的可能要再想想。买工作区的灯，但是它的灯架居然还要再等1个半月才会寄来。还有等到防滑抗菌电浆架，终于把家里面的雷品换掉。跟非常好用，可以微波，还可以洗菜的盒子，但是它是宜得利的副牌，台湾目前没有上市哦。这个很可爱的白色陶瓷汤匙，家里面有大只了，再回购这个小只的。来看看实际使用如何吧。之前换了这组烤漆架，很怕它被刮伤，帮它放了100元凹凸垫。缺点呢是它本身的宽度不适合，以外呢，它会一直需要调整位置，就算贴了固定的贴纸，也是没有办法拯救它。去宜得利找到了这一款超有质感，而且没有什么味道的矽胶防滑垫。认真算算，价差2.5倍，但是真的很值得。早知道不应该省这笔钱。它的剪裁方法基本量一下，沿着它的点点对齐剪就完成。放上去也不太会卷曲，是有一点厚度的抗菌软垫。防滑效果也超满意，解决了妈妈这个铁架美中不足的困扰。在日本家里蛮常见这种食品收纳盒，一些机器品都可以在里面存放。那盒子下方有2条隐藏防滑，这个面包收纳盒 CP 值很高。虽然不算缺点，它的上方比较窄，能放大约10公分以内的物品。在这里面会放一些机器品，还有吐司。那真的要说缺点的话呢，在购买之前在宜得利官网就看到的使用评论，它最多只适合放6到7片薄片的吐司，刚买回来的整块吐司它是关不起来的哦。有兴趣看大家的评论，可以在日本宜得利的官方网站看大家的使用心得哦。还有这一区也是蛮久之前犹豫很久才换的摆饰，不只是宜得利，无印良品也有出这种墙壁装饰板，但是碍于我们家的宽度和宜得利的比较适合，大家可以依照预算跟需要的颜色宽度去选择要买哪一个品牌。它里面会附上2种方法，木头装潢的话呢，可以像这样用针钉。那也有附上螺丝钉，可以锁在墙面上，最后再把层板挂上来就完成，表面完全看不出挂钩的痕迹。使用了2个月下来非常满意，当然便宜的木头材质也不同，参考咯。那前阵子麻烦朋友帮我带这个宜得利台湾限定冰块盒寄过来，连爸爸都说好用的矽胶冰块盒，除了冰块以外呢，它是食品级的矽胶，耐热有到220度。还有覆盖子，相当方便的贴心设计。第一次试做，原来在盖子上面脱模比较不会乱掉。这个黑糖含黏冻超好吃又简单，再撒上一点豆粉就完成，天然又美味，就是有那么一点太多糖。那这次最想改造的区域是这里啦，已经软掉的100元商店洗衣篮，颜色不能分开放，只能全部丢在一起。还有爸爸的宝贝衬衫也没有一个独立的位置，放在这边对一个158来说非常的困扰。这次爸爸直接不忍了，说要买这样整架，未来搬家的话呢还是用得到。整个架子都是竹子的香气，布还有防水，所以不用担心弄脏。这一款目前在台湾网络上看不到资讯，但它有出很多不同的款式。之前只有卖单层有盖子，另外还有架子式的，去朋友家看到实在太美。组装好之后，连爸爸回来看到都说很值得，整个流程变得方便许多。最上面要放爸爸的衬衫，然后下面分类放深色、浅色的衣服，上面再放这一袋是洗衣夹跟洗衣网，另外一个袋子呢是要放臭袜子。最下面还有一个空间，超适合放体重机，或者是再加一个篮子放厨房的餐巾布。那这次要推荐这个日本妈妈爱用品，真的深得我心。
总共有 S、M、L 3个尺寸，用法比较不同。L 尺寸耐重可达15公斤，是妈妈买重物时的救星。比较大也耐重以外，就算背重物使用上也没有什么负担。那原本的购物袋是品牌布包，在收纳上不方便也不容易干。像这样出门带在身上拿取，或者是收纳都非常不方便。那这一款秒收包，不管是放在包包里还是口袋，都不会占太多的空间。那就带2个出门，要去接小孩跟他的棉被，还要再去买菜，那我就出门啦。买菜回来用这个是 M 尺寸，一般家庭出门5公斤以内的话，可以参考这一款。那它只有 M 跟 L 尺寸，提袋的部分可以像抽绳一样拉紧，中间才有贴心的扣子，让物品不外露。那它的容量可以装吐司、白瓜、菠菜、白菜、肉、鱼、昆布、花椰菜、豆浆跟红茶。那在收纳方面，只需要简单4个步骤：拉平、对折、卷起来，再扣上就完成。那最小的尺寸是给信奖使用，带东西、买东西。它卷起来是用松紧带的方式扣住。妈妈个人最爱这个花色，想要再购买一个 L 的跟信奖背母子包。S 尺寸是不能拉紧的一般提袋，来看看实际的背法吧。偶尔信奖手提去超商买糖果饼干的时候，又或是肩背去公园吃下午茶，让他有随身携带购物袋、环保袋的习惯。新妈试了快3个月，耐皱耐洗，洗完跟新的一样，不太折旧。现在开始限量1周团购，53折399元起，详情请看描述栏里面的网址参考哦。大家对于介绍的用品哪个最有兴趣呢？下方留言跟我们说哦。记得追踪我们的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 才不会错过最新消息哦。拜拜。